尔滨太热了，上隔壁的隔壁来凉快凉快。这民宿的房东挺性情，骂骂咧咧请我们吃好几顿饭了，这就属于跟我们爷俩尿到一个湖里去了，你知道吧？咱就占人这便宜吗？我说那么的，晚上我给你掂这俩菜，你看看我这手艺咋样？主要他家楼下馆太贵了。今天认真了啊！你看像这个鸡爪子、炖牛肉，还有酸菜鱼，这要不是什么大人物上我家，那都吃不着。但其实上礼拜来俩女同学，我也做了些。我怕这小子吃不惯，再埋汰我给来了一套 DBC 3连。你看咱这个豆角孬的，你再看这个肉段烧茄子，还有这个尖椒护心肉，我这也算是领他体验一下哈尔滨盒饭文化呀。完了，我让枸杞整点喝的，他这一下订这老些。我说你干啥呀？穷家富路啊？他说不是。最后从他家冰箱里掏出2个青菜炒一炒，赶紧上炕吃饭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酸辣土、煎糊、断茄、外五、卤爪、酸鱼、孬角、小烩牛。这个房东看我在这拍，挺紧张。我说你客气个嘚儿啊，当自己家呀，哥们儿。这牛肉汤泡点饭，这豆角汤再泡点饭，我的妈呀！你就说在家这么吃一顿，是不是比出去吃省都好吃多了？完了，饭吃了一半，房东说要上学校接他妹妹回来，放暑假了。我弟这家蹦高跟人说，快去吧，我给你热个菜，回来让妹妹吃热乎的。快30年了。我从来就没见他这么孝顺过，真的。大包子、大肘子，争做我奶的好孙子。快过节了，给我奶送点饭，提前让他感受一下节日的快乐，让我爷爷踏实过个节。你要明白这里的逻辑啊，做点好吃的，让我奶快乐，让我爷踏实。我奶这2年对月饼没啥兴趣了，五仁的、枣泥的都不乐意吃了。我说奶，你就实在说吧，你到底想吃啥馅的？我奶说有没有那个白皮的大肉粒馅的月饼？老太太最近假牙松了，就做点软乎的，蒸了一个豆腐鸡蛋糕。本来想做烧鸡来着，大家伙直接干成扒鸡了。狮头也没做纯肉的，和了不少豆腐。这家越和越出数，本来是4洗丸子，现在成7洗丸子了。早上我问我奶，我说你这牙现在还能吃肘子吗？我奶说你做成老汤肘子，我先吃皮儿，肉我先冻起来。你要相信我的实力，等新牙到了，我还能支棱起来。我弟最近在得物买个拍立得，寻思这2天放假出去玩照相使，好看实用，还有整套的贴纸配件，挺划算的，你们可以去评论区看看。我说你多照2张大肘子贴老冰箱门上，以后让他望肘止馋。你咋才来呢？上个礼拜的肉我都消化没了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肉包、豆鸡糕、七丸、豆丝、蒜空、边花。扒鸡、原牛、汤肘，这包子一来，你看我奶乐的，真是包治百病。前2天我们同学上我家看足球，但看比赛抻的时间长啊，完就把家里所有能一直热着的锅全掏出来了。先来一个潮汕火锅，熬的牛骨汤当汤底儿。我们同学看着大骨髓就上头了，他说我比划，等会是管吸还是嘴吸？涮的就是肉丸玉螺，沙茶蘸料是前账给的配方，和潮汕火锅店的味儿是一模一样的。我发现这老小有点东西，花活不少，还有劳保。还来了一锅泥锅涮串，毛肚啊、青菜啊一样穿了点，这个泡椒牛肉是最爽，整根泡椒穿的，一咬滋一下。我看我弟穿贡菜的手法还挺熟练，一看就是当年没少给人织毛衣。本来想使砂锅涮来着，但串太长了，就又把养生壶掏出来了。我家这壶啊，除了烧水，别的事他全干了。完那边开始踢，我们也开始吃了。先烤的鹅肝，这个吃了开胃。我弟见这玩意儿就跟吃圆种似的，这鹅肝左边这边全让他吃了，当场扣听啊，直接洗漱去了。我说咱不能这么吃啊，得搭配点健康的呀。整2瓶这个冬季限定的 AMX 丹东草莓酸奶，这都是丹东原产地直采的草莓，草莓味老浓了。这来这么一顿火锅烤肉，再配上草莓酸奶，这感觉太得劲儿了。然后借着锅把战斧和牛也烤了。我本来寻思这么多肉，这玩意儿吃不了几口，但是后来发现是我多虑了，看看给骨头啃的，这扔大道上野狗看见都得骂骂咧咧走。然后这个涮串啊，我们今天找到了精髓，就是口味啊可以随喜，但是锅底和蘸料一定要有特别多的花生碎，尤其毛肚啊裹满蘸料可香了。我们今天还整明白一个事儿，就是真球迷往沙发上一窝，给一把瓜子就够了。你等我们这种伪球迷啊，整3锅没够，吃的比人踢的时间都长。完临了他们又出去买鸡架去了。今天终于上我奶奶去了。我奶过年的时候半夜老饿，给那假牙骨头坏了。那新牙可能是拿肘子骨头定做的，等了1个多月，从大年初1到昨天晚上，我奶一直在家吃面条喝碗面粥。今天这牙刚进屋，我爷就赶紧给我打个电话，他说赶紧来吧，你奶这2天批评我都没有上个月有劲儿了。
那没劲儿，1个多月没吃肉，肯定没劲儿啊！我给酱大骨棒，还给做了一盘糖醋排骨，但我怕他这一下吃肉吃猛了，就给配个素菜，就做了一盘腰花。我奶呀，这1个多月1口肘子没吃着，今天给他来一碗肘子烩饭，再来一锅肘子包子。但好巧不巧的，我包的时候正是下午3点多，我他妈手欠，我看了一眼我的股票，我看完就麻了，当时手都颤抖了，给我嘚瑟的包褶都掐不上了。给我奶炖的花椒鸡汤，本来寻给他补一补，但现在来看，我应该是比他更需要补了。完炒几个青菜，寻多放点肉，能不能给那绿挡上？然后这都要走了，我弟非给手机摁开。哎，我现在满脑里想的都是我爱吃鸡排，你爱吃鸡排吗？给我整贼次呢，到底咱俩鸡排吃完再出门。来吧，全家了，花鸡好切，煎肠、肘饭、糖排、火腰。酱骨、肘包、炸小、涮肉。完，今天还给我奶准备点小节目，虽然没有随礼的，但仪式感得有。但我奶说行了，可别敲了，再这么敲，全楼老太太都知道我1个月没吃肉了，这事传出去没啥面子。奶，你喝过可乐吗？从来没喝。你尝着呢。辣，不快乐吗？我这说快乐，你不要真快乐，你就说快乐。我最近特别馋无骨鸡爪，但是外面卖的好多都是汤多肉少，感觉买这也不太合适，就决定自己在家做点。不过没想到做这点鸡爪子差点没给我们命搭理。刚开始我图省事儿，就买了好多脱好骨的冻鸡爪，但是这鸡爪焯完之后又腥又稠，实在没什么食欲，就被我放弃了。后来我发现居然有专门卖脱骨机器的，我又花了5000元的请了个爹回来，但是没想到这爹也不灵啊！1个鸡爪子5根骨头，他就能去3根，完了还去不净。问题这还不是最致命的，要命的是我盲目的相信了它的效果，提前订了350斤鸡爪子，所以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尴尬，就是机器用不了，鸡爪还退不了，我感觉我们可能是要完了。后来研究了一下，也实在没什么别的好办法，就只能硬着头皮干了。这些鸡爪子光焯煮过冰水就干了80多锅。这期间我们还试图找几个朋友来，结果4个人一起发朋友圈，到晚上共计就找了1个人。再一个，因为我们去年啃过一宿，现在闻的鸡油味就恶心，所以今年我们只能徒手干。后来这活就完全干成了一个重复性的流水线作业，那手第1天是肿的，到最后呢没有知觉了。我们就在这生生扒了3天，这是我活到现在经历的最绝望的时刻了。就是虽然3天只占1年的1%，但这几天的经历却需要我用一生来治愈。非常的严谨，甚至买了10几种品牌的产品，逐一测评，然后汲取他们各自在口味上的优点。因为这些鸡爪子已经整整折磨我们4天了，就完全可以说是拿命换回来的。我现在容不得它有一点闪失。然后给这些爹泡了一宿，现在它是又入味又多汁。这回一共做了2个味的，一半是蒜蓉酸辣，一半是泡椒的。我们还把手肘后面那块脆骨也单独剪出来做成泡椒的了。这无骨鸡爪到吃上的这一刻才觉得付出都是值得的。它现在酸酸辣辣的，还微微带点甜，尤其是放冰箱里冰镇一下再吃，感觉可太爽了。然后把所有做的东西都打包了，这一桌按市值来讲应该能值点钱。不过这里边食材成本真没多少钱，主要是生命成本有点高。后来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完了之后，我们提前半年过了个生日，在场一共7个人，许下的却是同一个愿望：好好活着。我最近差点把我家房子给烧没了，我给你们学学是怎么回事啊。前2天我想在家做一个超大的冰糖葫芦树，然后就买了100多块挤塑板，就是保丽龙，但这玩意粘到一起之后就非常硬，我们很难用人工拉断它，所以做了一个可以通电的电阻丝。我们试图用电加热的方式来热熔它的横截面，但是这玩意儿差点闯了大祸呀。我给你们复原一下啊，就我们正在用这个电阻丝的时候，它突然间崩了几个火星崩到这保丽龙上了，然后我俩看着之后就想用手给它扑灭，但是也就3、4秒吧，发现根本就扑不灭，那火星就变成已经烧起来的大火了。然后我们第一时间想的是要通过隔绝氧气的方式来灭火，所以就找了2个军大衣给它扑到这个火焰上，但因为这保丽龙横截面太宽了，根本压不住，很快这个火焰就已经烧到天花板那么高了。后来好在是家里有几个这个灭火器，整整是喷没了2罐灭火器的干粉，才把这个火情彻底控制住。这个事情想想真的太可怕了，朋友们。因为保丽龙这个东西烧起来实在太快了，就一块这么大的保丽龙遇上明火之后就能烧这么高。
我们那个树里大概得用到2400块这么大的保丽龙。而且好在是我们做之前预估到了可能有这样的意外发生，所以提前做了一些准备，再加上家里有常备灭火器的这个习惯，才没酿成什么大祸。就我现在再想想，如果当时灭火的过程里延误了哪怕10秒钟，它极有可能导致这个保丽龙旁边的窗户玻璃先烧炸了，然后灌进来一股冷风，进而家里所有的易燃物成片的着火。而且我家还有那么多煤气罐呢，就到时候如果说给我家烧没了都是最轻的，我还甚至说有可能因为把邻居家也烧了，然后产生连带责任，直接就进去了。真的，所以朋友们在家如果用火用电的话，一定注意防护。如果有条件的话，家里常备一点这个防火器材也是非常有必要的。